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刚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刃牙的最新一集。上集说到华山豹一吊打斯别克，却反被斯别克子弹塞嘴阴了一把，我要强大的爆炸力，炸得华山浑身冒烟，双目充血，两块腮帮子都给直接炸没了，露出里面的牙齿，看起来十分的瘆人。斯别克都吓傻了，华山却依旧屹立不倒，再次一拳将其打飞。还要打吗？斯别克被一拳轰到路灯顶上，高压电流瞬间电满全身，华山也冒着热气倒在了地上。警察局内正在为斯别克的再次出逃鸡鸣狗跳，一转眼华山就已经把人半死不活的提了回来。警察被黑社会救了场，局长的表情一时非常微妙，为了表达感谢，就给华山简单的处理了一下伤口，送回家。黑社会坐警车回家，怎么好像更怪了？但奇怪的是，车子怎么也发动不了。开车的警察回头一看，斯别克居然打死了所有的守卫，冲了出来，直接抬起汽车将其整个翻转。华山刚爬出来就被一击踩中脖子，斯别克举起铁棍疯狂的朝着他的腮帮子打去。华山爬起来正要朝斯别克挥拳，却不料斯别克突然掏出手枪，几枪下来正中华山的膝盖。斯别克嘲笑他，如果当时直接把他杀了就好了，对他来说打架不是较量，而是你死我活的厮杀。华山不杀他，他就要反杀。斯别克又是一枪打得华山双腿再起不能，然后提起华山的手臂，一脚又一脚的踩在华山的头颈连接处，发出了可怕的断裂声。没过几下，华山就满脸是血的失去意识。斯别克再次掏出手枪塞进华山嘴里，痛下杀手。没想到华山瞬间清醒，头一片子弹就从他被炸没的腮帮子穿了过去。华山瞬间拽倒斯别克，骑上去一拳又一拳的砸向斯别克的脸上，身上爆发出如同恶鬼一样的可怕杀气。无数次挥拳之后，斯别克突然伸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，将一颗闪光弹扔在了空中。一瞬间发出的强光和噪音会使人类本能的蜷起身体防御，闪光弹足以闪瞎人双眼的光芒在毫无防备的华山眼前炸开，华山却丝毫没有动摇。但是由于短暂的失明，他的拳头挥空了。斯别克抓住机会出现在华山身上，紧紧将人勒住，用自己的肉体对华山使出了完全固定的裸脚。这种招式一旦成型，根本无法反击。但华山紧紧地抓住了斯别克死命勒住自己脖子的手臂，双手一用力，竟然硬生生地把斯别克的手臂掐碎了。华山的握力非常恐怖，能够轻易捏下一叠纸牌。在警界还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传闻：曾经的青少年次重量级冠军尤里，在参加比赛之前被人偷袭负伤，就此隐退。将尤里送到医院的医护人员明明白白地表示，他的手腕完全被人捏碎了，而袭击他的正是华山。对华山来说，哪怕是匹敌重量级选手的拳头，只要能抓住，就和普通人没有区别。被捏碎了手臂的斯别克当场愣住，然后华山又一把捏下了斯别克大腿上的肉，即使斯别克将整只手指插进了华山的耳朵里，都没能使他停下攻击。华山伸出手，仅仅一下就捏碎了斯别克的喉咙，斯别克倒下了，而华山浑身是血的站在原地，发出了属于胜利者的狂笑。他的膝盖早就被射穿，却依旧屹立不倒。斯别克被送进了医院抢救，几天的治疗下来，他的肉体突然开始消瘦衰老，从一个壮年男子变成了老头。医生一检查才发现，斯别克居然已经97岁了。这种事并不是没有先例。1976年，寻宝猎人杰克在加利福尼亚海发现了一艘沉没的英国货轮，从里面打捞出了价值700亿的金银珠宝，被当时的媒体大肆报道。但就在发现宝藏10几天的时候，杰克突然死亡，所有人都认为这是谋财害命，但是医生的检查结果却让众人惊讶不已。杰克居然是自然老死的，因为这个看起来正值壮年的男人，其实已经88岁高龄了。杰克和斯别克一样，他们实现了常年的夙愿，支撑身体行动的力量消失，也就逐渐走向死亡了。而斯别克的愿望就是能够尝尝失败的滋味。斯别克被搞定的消息，刃牙还不得而知，他现在正在为了考试发愁，因为一个字没写，被小眼睛老师一顿嘲讽。老师认为蛮力始终比不过智慧，就算是世界冠军博尔特都不能从操场跳到2楼的窗户。结果刚说完就被啪的打脸，一道人影从操场上一跃而上，径直打碎了玻璃，降落在2楼教室。来人正是来找刃牙打架的朵尔。刃牙深得多利安真传，当场泪流满面，趁着朵尔愣神，飞起一脚就将他和课桌一起踹了出去。两人在教室内紧张对峙，只见朵尔捡起了教室里的圆规和小刀，眼看着就要和他打起来。刃牙灿烂一笑，拉开2楼窗户跳了下去，直接跑路。他才不傻，在学校这种地方打架，危险不说，马甲都得掉。结果刃牙还没走2步，一把镰刀就直朝他的后心窝子飞去。强烈的危机感让刃牙迅速弯腰躲过一劫，一回头，柳正站在他的身后。柳从身上掏出了2把自由绳索连接的镰刀，以极快的速度甩动起来，在他身边扬起了滚滚烟尘。刃牙甚至完全看不见镰刀的位置，顷刻之间，柳就发起了一轮攻击。刃牙被削掉了几根头发，堪堪躲开。柳看起来对刃牙很满意，解开了一边的镰刀扔给他，以比刚才还快的速度挥舞着镰刀，猛地朝刃牙冲去，一击就将刃
刃牙的手中镰刀切断，又是接连几下，招招朝着要害而去。刃牙急速后退，来了一招金蝉脱壳，柳的镰刀只扎透了他的上衣。就在此时，涩谷突然出现在柳的背后，冷不防的扔给他一个装满开水的茶壶。柳下意识的伸手去接，瞬间瞳孔地震，大叫出声。但其实壶里装的是冷水，涩川顿时大笑起来，这可算报了之前被泼热水的仇。柳恼羞成怒，抡起茶壶朝涩谷挥去，涩谷迅速弯腰躲过，然后顺势撑住柳的下巴，一个借力就将其摔倒在地。行云流水的动作看得刃牙那叫一个目瞪口呆。柳倒在地上半天起不来。日本著名的牙科博士长谷川曾经调查了数千位一流运动员的牙齿，得出了身体的能力水准和其咬合力成正比的结论。越强大的运动员，后牙槽的磨损程度就越严重，而磨损最厉害的人正是几乎将牙齿磨平了的柳。柳猛地抱起冲向涩谷，快到连刃牙都没反应过来，涩谷的眼镜就掉在地上成了碎片，手腕也流血不止。柳笑着露出了自己的暗器，一把藏在手中的锋利虎爪，但对方也丝毫不惧。涩川一把将血甩在了柳的眼睛上，招呼着刃牙就冲了上去。涩川借力将柳甩向刃牙，刃牙配合默契，伸出一脚就往柳的脑袋上踹。柳紧急用手格挡了一下，才避免了当场去世的悲剧。前有狼，后有虎，柳的形势不容乐观。刃牙飞起一拳朝着柳打去，再次被格挡。柳踩在他的腿上就想跳起，刃牙瞬间把人踹飞。柳一个翻身稳住身形，涩谷就出现在他身后，强人所难。还没等刃牙趁势进攻，柳就飞起一脚踹开刃牙，顺势绕到涩谷身后将其勒住，然后一套漂亮的翻滚成功脱险。涩谷提醒刃牙千万小心，因为涩谷的绝招并不是武器，而是空道。只见柳摘下了虎爪，以一种非常扭曲的姿势活动着手指向他们走来，浑身散发出了气势，让周围的空气都跟着扭曲起来。他问刃牙知不知道世界上最毒的气体是什么？等到刃牙反应过来，柳已经到了他的身前，伴着不祥的巴掌瞬间拍在他的脸上，仅仅一下，刃牙就失去意识倒在了地上。这个世界最毒的气体是氧气，空气中氧气含量是21%，要是低于这个比例，人体机能就会不断下降，15%的时候就已经是人类承受的极限。但等到氧气只有6%的时候，仅仅一次吸气就会让人瞬间失去意识。而柳用他的手掌握了能将氧气控制在6%的能力，甚至能在手中制造真空。柳一个发力，身旁的墙壁应声裂开。监狱的环境也让他找到了不少的实验对象，他就此被冠上了剧毒的名号。警车朝着学校呼啸而来，柳见此蹬在刃牙胸口，跳墙离开。刃牙被一脚蹬醒，就听见涩川对他说：“你已经输了。”刃牙懵了，德川也懵了，2对1居然还能输，丢不丢人？德川紧急召开5人开会，气得当场哭出了声。但说起来还真的不怪刃牙，他之前打的都是堂堂正正的竞技赛，但格斗的本质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暴力镇压，输了就一文不值。刃牙也知道是自己大意了，站起来就要去找场子，结果一开门，出现在门外的人正是多利安。门口的警卫早就被他悄无声息的干翻了。多利安一手提着一桶汽油，一手拿着打火机，还想要故技重施。突然一个人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克斯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一脚踹飞了多利安的打火机，顺便把汽油泼在了他的身上。好家伙，都被插喉咙了还能活着，你们这群人都有9条命是吗？冷不防的被泼了一身汽油，绕是多利安也懵了。克斯点着打火机，又是一脚将其踹倒，他就像是变了个人一样，威胁了一番多利安之后，克斯收了打火机转身离开。要是在这儿点了火，他就不是一名空手道家了。然而克斯话锋一转，阴险的将打开的火机扔给多利安。冲天的火光之下，多利安如同一个火人在地上痛苦的扭曲。在鬼门关绕了一圈后，克斯已经彻底抛弃了武道家的精神。他笑着问自己的父亲余地独步，自己做的对不对？独步也笑了，你没有错，格斗的本意不就是要千方百计的打倒敌人吗？但克斯错在不该多带武器，他们的武器就是身体本身，再使用其他的武器就是偷袭，哪怕使用的是对手的凶器，都会让他的武道家荣誉荡然无存。严重烧伤了的多利安倒在地上动弹不得，但就在众人商量着要怎么处理他的时候，变故发生了。多利安这个难缠的对手到底该怎么对付？欲知后事如何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